早安，今天是倒数第2天离开富士山的日子，然后现在是早上11点多左右。我今天想要趁着还有时间做最后一次的回顾，就想要去一些河口湖跟一些我之前去过的地方，然后去记录一次，看最后一次的富士山周边。然后回家要赶快收拾行李。我昨天收行李都发现我行李好像有点多，有点尴尬，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我的东西可能会收不进我行李箱里面，要寄出去。所以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赶快把行李收一收。好，出发。再推荐大家一个睡觉的好地方，在富士山车站的北口本宫田年神社，再往上走有个知生广场，这边很安静，然后也没什么人，还有一个很大一块的草地。我上次的这一组照片就是在这边拍的。天气好的话是可以看得到富士山的白头，然后这边有樱花的样子，所以春天的时候来可以看到樱花。然后它因为这边都是很高大的丛林，所以秋天的时候骑过来的路上或是开车过来的路上都超级漂亮，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放松，因为这边真的都没有什么人。但缺点是我来2次的太阳都是在就是这个位置正后方，所以如果要拍人脸的话是会完全背光的状态，你没有办法跟富士山一起合影，所以会比较建议可能要真的很早来，让太阳是在比较斜前方的地方才能够拍得到正面的脸，不然的话就是单纯跟这边的樱花还有树一起拍照的话也很棒也很漂亮，或是要跟哭泣想一起拍照也是可以的哦。我已经习惯到我自己出门会自备富士山了，不管是富士山包包还是哭泣伞，想办法让自己拍照的时候都有富士山，耶！拍了200张照片，超开心！而且我今天特别有 dress code， 就是上次我拍一个夏天版本的，然后这次是冬天版本的富士山，而且我还要戴了这个红色的围巾，跟我的包包配色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富士山本人加红色太阳的一个概念。我很用心吧，而且这是我最后一次拍了，这是一个冬季版本的富士山穿搭。再见了富士山，我们去下一站找它。下一站我想要去看最后一次的红吉开斗，因为之前去的时候都是绿色的，它现在应该已经变成红色了吧？拜托，已经等超久了，从它10月底开始办活动，现在已经要12月了。我现在要去看它最后一次，现在它已经变成红色了，可以给大家拍最后一组照片。拍照，骑来这里这么久，第一次终于看到这个好逗的云朵屋本人。跟富士山要走了才看到，哒哒。最后的河口湖大桥，我真的很喜欢秋天那个山的颜色会不同层次的感觉，很漂亮。富士山。这段风切声实在太吵了，请容许我重新配音。河口湖这边的风真的超大的，天哪！再会了富士山，跟大家推荐在上河口湖大桥前的这一间水果摊，有卖很便宜的麝香葡萄，甚至也有500块的，就是比较熟的那一种。我上次也是在这边买，也有买到600多块的。反正这边的麝香葡萄都很便宜。如果大家有经过河口湖大桥前的这间水果摊的话，可以买。这是我的最后的麝香葡萄了，再也不能实现麝香葡萄自由了。已经要离开了，还是要买。我超爱麝香葡萄，好吃死了。河口湖附近真的有很多很漂亮的公园，然后我觉得秋天真的超美。因为这边的很多树叶很多是枫叶或者是那种落叶，就是会依照季节变色的树，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就会超漂亮，变成金黄色的，很有层次。我现在就看到一个就是骑去枫叶回廊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小公园，就不小，蛮大的，然后它就在湖的旁边有一大块的草地想要去湖边看看。这个公园
就在河口湖美术馆旁边，然后有一个小步道可以走，但这边富士山好像会被挡住，因为它还没有绕到河口湖的另外那一侧，所以会被这边的山挡住。但还是很漂亮，你看金黄色的，超美。不知道我在正式去到工业河阳之前，还遇到多少这种漂亮的景点，真期待！我把车停在某一集开乐附近，然后现在要走过去一个往富士山方向的桥，超漂亮！我一直开了花变成红色了，超漂亮！太好了，啊，超多人的。但还有很多地方还是绿的，可是我觉得很漂亮了，心满意足。有始有终，最后一站花木崎公园。然后来看，有富士山的花木崎了。现在阳光超美的，刚好照在山上，超漂亮。各位观众，富士山，耶！花木崎的草地也变成了比较淡的绿色，一起换季的感觉啊！这还是好舒服哦。不管哪个季节来都很漂亮，而且现在有富士山，耶！
太实在是谁行李要整理不完啦！我的行李真的要爆炸了。我们也要出去玩，我只剩今天可以整理。发疯！我房间跟被炸过一样，好乱，我要疯掉了。这人真的没办法忍受房间如此凌乱，我等下赶快继续整理，不然真的会来不及。终于整理的差不多了，我最后应该会寄一个大箱的箱子跟一个20寸的行李箱，那个我放在外面，然后自己带这一卡28寸的行李箱搭客运。没有想到我住3个月东西这么多住在富士山的倒数第2个晚上，我睡觉了，晚安。